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在早上的时候，其实我有收到关于2377国王他即将要离开游戏的消息。因为传闻出来的这张图片呢，并不是游戏中的截图，也不是 DC 中的截图，所以我觉得假的可能性比较大。直到了下午，我终于看到有玩家放出来了王国邮件，才知道原来这个消息是真的。那根据左手边的画面来看呢，这个邮件原本应该是英文才对。但分享图片的玩家是韩国玩家，他已经使用了翻译，所以就变成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韩文。不过我相信其他主播应该会分享英文版本。不过我这边会直接用中文说明，然后也会放英文的CC字幕，你们可以自己点开。那么这封邮件是在15:36发布的。不过这个是韩国时间，如果换去中国时间的话，也就是说在下午2:36的时候发布的。主题就有说到这是他最后一封王国邮件。那因为他的邮件有点长啊，我就做简单的说明。那首先 Shaq 他就做了自己个人的介绍，就有说到他叫什么名字，今年32岁，他已经玩那个游戏6年了。一开始的王国是在1151，然后移民到1214、1584，再来到最后的2377。他就说他一般他不会写这么多的王国邮件，也很少用 DC， 而且他不会说英语。每一封邮件都要花2到3个小时的时间。他用越南语写了邮件之后，用谷歌翻译来回检查，所以他每一封邮件都是很用心的。在过去6年的时间，这个游戏陪伴了他人生中多数的重要里程碑，而且还有说到，其实他之前有曾经退坑过2次。他第一次离开游戏就是为了要专注工作，买他第一套房子。1年之后，他有更多的时间，所以他回来这个游戏了。第二次离开是为了要专心结婚生孩子。6个月之后，他又有时间回来2377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在这个游戏里面已经1340天了，参加过14场 KVK。他的生活中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现在他已经有女儿了，工作也比较忙，也就意味着他需要花更多时间在他的现实生活中。他也希望他的妻子能够辞掉工作，好好的留在家里抚养他们的女儿。但他也知道，如果他再继续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将会成为他们家庭的负担，毕竟你们也知道这个游戏要花很多钱。所以最终他还是需要沉重的跟大家说这一句话，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，这都是他最后一次 KVK。他也是想要让所有2377的成员们知道，为了这一次的胜利，他是真的尽力了。或许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他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努力，但他觉得那不是真正的他，因为不管是在 KVK 中还是他的现实生活中，任何的事情他都想要付出200%的努力。他不知道要如何随意或者是毫无激情的去玩这个游戏，所以他唯一能够专注的事情就是现实生活，离开这个游戏，完成他最后的篇章。他也因为这一次的战斗而停止工作20天，忽略了他的商业伙伴，也在这段时间疏远了他的家人，全心的投入在这一场 KVK 中。至于为什么他的妻子让他这样子做，是因为他已经告诉过他的妻子，这是他最后一次 KVK 了，他想要竭尽所能去完成这一场 KVK。 对他而言，这一切最困难的部分就是离开。他从不关心任何的头衔、名誉或者是认可。那回到他对于游戏的玩法，他知道很多人在这个游戏上面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。尽管2377王国没有强制他们一定要消费，但是有很多玩家因为每天无休止的战斗而精疲力竭。游戏不再给予他带来乐趣，反而给他更多的压力。有很多人说2377不是也应该要像960这样子找这么多的代打吗？是的，确实有很多代打都已经联系了他们，并且为他们提供了全天候的代打，还有检查所有标记的付费服务。这里所说的应该是说在960里面有一些卧底帮他们可以检查到标记，但是他全部都拒绝了，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玩游戏的方式。这个游戏不是简单的消遣游戏。在这场 KVK 还没有开始之前，其实他已经有向93的管理层发出过几次邀请，但是没有回复。这个就是我之前所说的2377其实是有跟1093约战过，但是没有收到回复。他也是有思考过，如果2377王国在招募更多的 Pay to Win 玩家的话，那么他们最后的遭遇应该会跟1254差不多。所以在这一次 KVK 开始之前，其实他有对很多的阿斯管理层还有越南的玩家说过这一句话，如果他们输了，就没有哪一个王国愿意再跟960战斗。如果他们赢了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停止招募更多的玩家，然后降低自己的王国等级。虽然听起来很疯狂，但是他们确实是有考虑过。他认为说在这一场 KVK 之后，应该会有很多玩家离开游戏，因为大家都已经经历过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，相信之后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。他确信在他离开了之后，一定会有一些人也是跟着离开。之后他们会看到2377还剩下多少人，将会越来越少，更加低等级的王国，不再会有24小时的战斗。如果你们在这一场 KVK 中还有很多时间的玩家们，请你们小心，
还有认真的考虑一下，听说960也是有招募了他们的一些玩家过去，但是在这一场 KVK 之后，还有哪一个王国敢挑战960呢？他也听说他的成员们在找这个可以随便玩的比较低等级王国。听说有不少的玩家在这一次的 KVK 中浪费了大部分假期和金钱之后，都考虑着要移民到死王国去放松一下。如果有一些玩家还想要留在2377的话，请保持2377的排名至少要有70到80个玩家，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王国养得太肥了，并且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 KVK。 他知道当他离开这个游戏之后，王国有可能不在巅峰时期了，会有不少的人感到难过，每个结束都是新的开始。事实上，在这么多年以来，2377还有960都已经招募了这么多的 Pay to Win 玩家，这两个王国几乎已经无敌了，这个是说国际服啦。但事实上是会让这个游戏结束的更快。在这个游戏中，最好的做法就是阻止2377和960招募，或者是毁掉他们，以便其他王国有机会再次赢得 KVK。 这个对于整个 ROK 社区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，他会一直都在这里，在2489那里还有很多的朋友。或许在未来的 KVK 中，他会以代打的身份、指挥的身份，或者是剑旗子的身份出现，因为这些都是自由的、没有压力的可以做的事情。他会有时间可以帮助你，也可以照顾他的女儿，帮他女儿换尿布，每天早睡早起，没有压力。最后这个就是感谢大家的邮件啊，他很抱歉没有在邮件中提到任何人的名字，因为他不想要忘记每一个人，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让他在这个游戏中的体验比想象中还要更好。感谢各位大佬、核心成员、阿斯管理层、2377的所有成员，感谢他们让他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一款游戏，让他感受到这个游戏的精彩。他也很感激有机会跟世界各地的人们见面共事，让他学习到并且了解更多元化的文化，帮助他成长，还有让他这个从原本一定要把任何事情做到完美的人，都学会接受了不顺利的事情，以及让他学会如何分担责任，这个让他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从这一句话看出来，其实他也是有很强的强迫症啊，他这个性格跟我差不多。你们也教会了我如何要保持冷静和耐心，曾经他是一个很暴躁的人，通过这一次的 KVK 还有合作，他学会了保持冷静，并且找到解决的方案。他们的管理团队的口号一直都是不用担心，他们可以处理好。在过去的3年里面，你们一直都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有不少的人都跟他一样已经玩了5年的游戏，但也有不少人是在这一次的 KVK 中第一次遇到。对他来说，你们都很重要，这个是真的。虽然他可能不再会有他的主账号，他可能会卖掉，又或者是给别人啦，但是到时候他依然会加入这个游戏，他可能会出现在某个地方、某个王国跟你们见面，或许会发个邮件跟你说话，感谢你所做的一切。那么以上就是2377国王 Shad 的邮件了。你们也看到这个邮件是真的很长啊，都已经念了8分钟左右。但是他邮件里面所说的所有东西呢，是真的打入玩家的心坎。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玩这一款游戏。尤其你们也看到我们这一次的战斗，哇，说是顶上战争啊，看得很刺激很热血，但是我们在里面战斗的人是真的付出了很多时间金钱。尤其像Shad这样子的管理层，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努力。那我不确定是不是他自己本人在用账号的，因为我有发现到，其实Shad会时常自己去建造旗帜，并且从他的邮件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其实他这一次算是做一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举动。他想要通过这一次的 KVK 把960给打到瓦解。960解散之后，他就把自己的王国等级降低，让所有的王国都可以在正常的环境下玩游戏，而不是像960这样子，又强迫玩家一定要保持活跃，强迫玩家必须要购买礼包。或许他觉得960这样子的游戏模式是很不健康的，确实我是同意他这个想法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游戏既然都已经出现了这些礼包、这些功能，那肯定会有玩家去追求。960这个王国只是刚好招募到大量 Pay to Win 玩家的王国，除非是说官方他们直接把这些礼包全部下架了，那么960就不能再以消耗或者是以金钱去打败所有的敌人。所以严格来说，其实全部错也不能怪在960上面，而是怪在于这个游戏上面。所以在之前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过，什么东西我要反对，不应该要推出更多需要花钱的东西。让 F2P 跟 Pay to Win 的玩家差距越来越大的话，只会导致到更多的玩家离开。所以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在960上面，而是怪罪于在这个游戏的设计，是游戏机制创造出了像960这样子的怪物。这也是我一直在制作影片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跟大家尽量的去争取玩家的福利。但是策划他们不肯去改变的话，那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东西。
那我觉得 Shard 他说的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而且我也是觉得说，如果真的现实生活比较忙的话，应该要把时间留在给家人身上，自己的工作上，自己的现实生活中，而不是花在这款游戏中。我也是一直时常跟各位讲，游戏的本质是让你放松，让你玩得开心，而不是让游戏来玩回你。虽然很遗憾 Shard 他要离开这个游戏了，不过他确实已经做到最好了。你们看到这一次2377 KVK 中的表现呢 ，Shard 是真的功不可没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希望2377能够保持这样子的水准，继续变得更强。因为很多王国都已经没落了，我不希望看到再有更多的王国没落。多数的玩家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强大的先锋王国出现，就像5年前的情况那样，所有的先锋王国在一个地图里面，但是能不能够回到当初的情况呢？而且除了2377之外，我同时间也是看到1175的R5还有管理层也是将要离开1175，也就是说1175也是解散了。他们会给那些要移民的玩家机票，然后秘密会留在1175，康康将会去到更加高等级的王国。至于奥西里斯联赛，他们将会到季后赛或者是直接被淘汰。但是1175的情况更加糟糕，他们是王国解散了，2377他们是管理层离开。但是不管是离开还是解散都好，都会让大家觉得很可惜的决定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在看了 Shard 的邮件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又或者是有一些翻译错误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